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这一次要讲解的是内部构造篇。那我们可以先把旁边的东西把它移开。好，刚刚提到说这是我们的连接器，有关于相关的使用呢，会在简报里面另外做介绍，以及连接篇我们会做介绍。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那要拆线非常的简单哈，我们一样在我们荧幕上面把这个 server on 就是把它 motor off 掉啊，这样就可以进行这个线路的插拔，因为它就已经整个断电了。OK， 我们就先把它拔起来。好，其实这个不用完全拔也没关系，只是因为我导的时候，当你装在机柜上面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直接把它卸下来的。然后我们的外观呢，这个部分目前还是先用手转螺丝，这个的螺丝的部分呢，我们的外观的这个后面的版本已经变成这个螺丝是不会，你不需要特别保管它，它会粘在这个上面的。好，我们就把它这样直接打开来就可以看得到。那麻烦这个摄影机往下一点哈，我来稍微做一下介绍哈。这个我们使用的这边的元件就是有一个网络交换机，然后 PLC 的主机。这一台 PLC 的主机它是可以到达32轴的。那我们基本款的话，我们是用 KVX310，就只支援到12轴。那520的话，它可以到32轴。那32轴的话，你就可以从后面再串接更多的这个其他的 I/O 的设备。那旁边的这一个就是电源供应器，24伏的电源供应器。那这个电源供应器呢，如果你的设备耗电量特别大，就是当你出现功率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换成更大台的电源供应器。我举例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有菲尼克斯更大这个规格型号的这个电源供应器。那以这一款来讲的话，它其实就已经直接提供了20安培的部分哈，也就是它直接提供了这个480瓦24伏10安培。这一款基本款的话是240瓦，那后面刚刚比较大台的是20安培，是480瓦。那里面的所有的元件呢，像这个是菲尼克斯的连接器，那以及呢后面的这个是Beckhoff 的模组，那以及呢东方马达的驱动器。那相关的型号呢，我通通都会放在文件里面、简报里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些都是它的规格品 ，CVD、CAR、KED。那这个的话是 Beckhoff 的这个规格的品项。然后前面的部分哈，前面外观的部分所使用的是这个 Kings 的，就是基恩斯的触控萤幕 HMI。然后里面的配线哈，都是使用这种可拆式的。可拆式的配线，那相关的型号呢，我也一并都把它放在泵表里面。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哈，这接线的部分就非常简单，也就是说，如果你未来要使用这些插拔线路的部分哈，你也一样都可以自行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更换，但是我们基本款出来的就是一致的这样，都使用的是 Running Show 的定义。那我举例来讲哈，这个以 Beckhoff 的模组来说。它所有的这个插拔线路都只需要用这个一字起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欧规端子把它插进去，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这个非常方便的。那里面的元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都是使用定导轨，就是工业的定导轨35mm的，那个麻烦拍到这边来哈。我们的元件其实。我们的机箱其实它的主轴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那里面的东西呢的组成呢，全部都是使用工业化标准的这个定导轨定35的这个标准的导轨。那元件的更换跟使用都是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就把它靠着，然后按下去，它就已经组好了。那以 Beckhoff 的模组来说的话，它要把它拔起来就非常简单，它只需要抠出这个东西，抠出它的这个小片片，然后把它这边拉一下，这边拉一下，在这边拉一下，它就起来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进行维护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方便。通常比较容易坏的模组因为我在这个方面
工作上面已经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哦。我们最容易需要更换的模组哦，通常都是电源供应器。好，你可以看得到哈，电源供应器在这边哈，在这个模组的使用上面，它要做安装，就这样上面靠着一压就装好了，而且非常的稳固。那我们要把它拆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未来哈，因为你使用年限的关系哈，它慢慢的这个发生故障的时候，你就把它，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我们外观篇有介绍的这个它也不是定制品，它这个其实是拿来做汽车修理的时候的一个 O-ring， 那我们是上一般的那个购物网站去买得到的，不过一般我都会直接付给你。好，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哈，我们要去做这个把它更换的时候，因为空间比较窄，所以我们特地去找这个前面有个勾勾的这个形式哈，我们把它插进去，然后往后一拉，它就已经脱离了。你可以看得到，它就已经脱离了。所以更换所有的元件哈，定导轨的元件几乎都是这样拨一下，其实就可以完成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里面有放一些像菲尼克斯标准的这其实不一定跟菲尼克斯买，这个东西都是工业化的这个标准品。像比方说这个我们称它为一般的连接器，它在做连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它在做安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上面靠到不好意思，我刚好弄反了，上面靠到，下面一按，它就已经装好了。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哈，上面靠到，下面一按，它就装好了。它要把它这个解除的时候，一样哈，用一字起或者刚刚那个勾勾卡在这个地方，一拉它就出来了。非常的轻松，这个是所有的工业配线的时候会用得到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是完全符合工业界常用的这个习惯。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内部构造哈。那有关于相关的这个连接哈，那我们都有文件可以告诉你说，我们其实是怎么连线的。那这个连线的方式呢，最主要是像比方说东方马达就是由东方马达这边提供，那你可以依照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图示去把它连线起来，那就会非常的方便。那相关的这个资讯呢，我都会放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我们要做维护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哈，这个盖起来，然后把螺丝锁回去。我刚刚有提到说这边的螺丝我们在下一个版本已经完成了这个更换，然后变成更方便的一个形式。我们把它锁上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发现我们从侧边来看这里也有一个螺丝孔。这个螺丝孔锁上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静止，它就会变成是说，这两端都有锁起来的情况之下，你即便从外面从前面板解除这两个螺丝，你一样是会让这个前板它并不会导出来。也就是说别人是不能够更改你内部的这个构造的。所以这个是接线的部分。好。